今天超级蛙要进到《鬼灭之刃》的第一季剧情解析。《鬼灭之刃》的故事讲述，在日本大战时期，男主角灶门炭治郎发现全家遭到鬼舞15惨屠杀，唯一幸存的妹妹祢豆子却变成了鬼。炭治郎因此加入秘密组织鬼杀队，一边执行杀鬼任务，一边寻找将祢豆子变回人类的方法。故事一开始，炭治郎在霞雾山修行了1年半，但最终却无法达成师父玲珑左近寺的考验。此时，少年枪兔的幽灵出现，让炭治郎误认了一个错误的命题。与枪兔对决的惨败，让炭治郎重新修炼全集中呼吸法，在半年后与枪兔重新决斗。俺の歯が先にサビトに届いた。気づくとサビトは消えていて、サビトの面を切ったはずの俺の刀は岩を切っていた。幻象成为了自我超越的催化剂。在黑暗骑士里，当蝙蝠侠被班恩关进地底监狱，放弃拯救高谭市时，忍者大师的幻象出现，也让他误认了一个错误的命题。I'm here to ensure the League of Shadows fulfills its duty to restore balance to civilization. 忍者大师的话让蝙蝠侠下定决心像班恩一样爬出监狱，却在最后才发现重回高谭市始终是源自于一场误认。You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ould learn the strength to escape? They're bad there for escape. Child of Ra's al Ghul made the climb. But he's not the child of Ra's al Ghul. 在蝙蝠侠与炭治郎的例子里，我们看到了哲学家黑格尔的真理观。错误与虚构不是对真理的否定，反而是让真理得以实现自身的力量。把狐狸少年误认成是劈开石头的人，再否定掉这个误认，让炭治郎劈开了石头；把班恩误认成是爬出监狱的人，再否定掉这个误认，让蝙蝠侠爬出了监狱。主体创造出抵抗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潜力。正是这趟英雄旅程的洗礼，激发出炭治郎看见缝隙之线的新能力，让他成功通过鬼杀队的选拔赛，以新的身份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与祢豆子重逢。沉睡2年后醒来的祢豆子不再以人类为食，不仅变得不像鬼，反而更像是哥哥的守护神一般，在战斗中多次协助炭治郎。不同于基督教传统将巫女视为恶灵的奴仆，日本神道教反而是将巫女视为男人跟灵界之间的桥梁。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就指出，这可能是源自于琉球群岛上的姐妹神信仰，因为当地有男性负责政治、女性负责宗教的分工传统，所以女性被视为拥有灵力，可以庇佑家中男子。当琉球男子要出海前往日本本岛时，姐妹就会将自己的手帕送给他，仿佛是让男子把姐妹的灵力带在身上。而在《鬼灭之刃》里，象征着灵力的妹妹被炭治郎带在身上，同时也成为了炭治郎与无惨之间的桥梁。在故事前期，炭治郎靠着祢豆子的帮助越来越接近无惨；在故事后期，无惨为了猎捕祢豆子而越来越接近炭治郎。在东京浅草时，炭治郎闻到了残留在家中的鬼的气味，便立刻上前确认：无惨，你刚刚攻击我的村庄。哇！在打败无惨的2个手下后，炭治郎在途中结识了第一个伙伴我妻善意。善意的性格被设定为胆小懦弱，就连鬼杀队的乌鸦看到他都会大叫一声。但是在意识陷入昏迷后，善意却可以转变为使用雷之呼吸的武士人格，就像在重复自己曾经被雷击的经历一样。在当代日本流行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设定。性格懦弱的定真寺，在决斗时却被迫与异于自己的力量 Eva 同化；温和害羞的武藤游戏，在决斗时却会失去意识，被好斗的另一个我占据。天才型侦探工藤新一却必须伪装成小学生柯南的身份，在暗中协助破案。在这些角色设定中，内在自我都跟另一个我的身份产生了冲突，但这不是心理学上的多重人格，而更像是一种文化隐喻。人类学家 Ruth Benedict 就发现，日本人可以毫不费力从一种行为转向完全相反的行为，仿佛有矛盾的双重人格。在二战时，日本人对美军奋战到死，但是在战后态度却完全转变，友善对待美国人。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一个好斗还是祥和的民族？ Benedict 认为会有这种日本文化的两面性，是因为日本人的道德行为主要是由耻感所推动，也就是考虑到自己暴露在他人面前的样子。当有人在看时，我是否满足了他人期待跟责任义务？
像是在二战时期用来推动日军的口号就是不能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否则会被美国人当笑话拿去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所以不管是战时牺牲还是战后降和，都是对天皇效忠的表现，一点也不矛盾。这种耻感文化也表现在决斗过程中常出现他人的闪回画面。那田蜘蛛3篇里，善逸被蜘蛛男嘲笑只会一种招数时，心里便立刻闪回爷爷的声音。恰好是这种有他人在看的想象，赋予了善逸行动的力量。古之宰里篇里，炭治郎则因为长子的形象，必须压抑自己的情绪反应。无限列车篇里，推动岩柱信受郎行动的，则是看着自己表现的母亲。因为知道这种想象他人在看的力量，让信受郎在临终前要弟弟千寿郎放下继承岩柱的压力。哥哥用自己的期待为弟弟抵御了家族的期待。耻感文化调节了这些角色的行为动机，而唯一一个没有耻感的人，是不在文化体系内长大、不懂社会规範的伊之助。なぜ善逸が刀を抜かないかわからないのか。隊員同士でいたずらに刀を抜くのはご法度だからだ。相比之下，受犹太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则属于罪疚感的文化。人们不需要想象有他人在看，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行为动机考虑的是绝对道德法则，而不是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人与上帝的关系优先于人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即便做事没被人发现，依然会感到愧疚。等等，但是这种文化模式的差异又是如何可能的？精神分析师土居健郎就指出，基督教文化倾向将能量投注在自我身上，成长意味着与父母分离，个体必须独立出去。但是日本文化倾向把能量投注在关系上，成長意味着能更细致地建立一种依爱关系，不是与他人互相依赖，而是一种有地位差異的依赖。じいちゃん、四分と呼び。俺じいちゃんが好きだよ。じいちゃんの期待に応えたいんだよ。俺だって。でも無理なんだ。一方被动地依赖上级的爱，借此得到暂时的通融，搁置社会规则；上级则处于主动爱的一方，把对方当成小孩一样照顾。在西方的故事里，成为英雄意味着不依赖于他人，脱离像小孩的状态。但是在日本动漫里，一个人可以成为英雄，但依然像个小孩。这种独立与依爱的差异，就像是宗教体系的精神体现。西方文化的根是伊底帕斯期的，儿子对父神耶和华的服从；日本文化的根是前伊底帕斯期的，弟弟须佐之男与姐姐天照大神的誓约。这种差异同时也反映在语言学上，印欧语系没有明确区分主动爱跟被动爱的词汇，而是认为当一个小孩有足够的被爱，就自然会发展成积极的主动爱。但是日文里却有专属于被动爱的动词阿妈诶，在这点上，善逸跟泪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同样都是无父无母，善逸能够找到上级建立依爱关系，但是泪却因为能力强大而始终是别人的上级。他创造出越多的家人，要求家人善尽职责，他就只是越被依赖，而不是越被爱。土居健郎认为，依爱关系能让自己产生跟对方一体化的共同情感，而在《鬼灭之刃》里，呼吸法就是一种产生共感的方法。炭治郎、呼吸だ。息を整えて、日の神様になりきるんだ。透过与上级的柱学习同样的呼吸法，鬼杀队成员的气息也会越来越像柱。这种善于一体化的人格结构，也是为什么日本在接触中国与欧洲文明时都能够快速同化。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过度同化反而丧失了原有的特性。一开始向玲珑左近寺学习水之呼吸的炭治郎，在后来才找到属于自己身体的真相——日之呼吸。这种根植于文化体系中的矛盾应该被压抑，但在类的家庭里却被表达了出来。要成为家族的一员，就意味着要失去自己的脸，不能够展现自己的原貌，否则就会被集团惩罚。在神隐少女中，无脸男也无法展现自己的原貌，只能透过不断吞噬外界对象来让自己发出声音。但是与越多人同化，无脸男就变成越恐怖的怪物。在类跟无脸男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恐怖的心理因素，在应该是最熟悉之处，却发现了不熟悉之物；在看起来最像家的地方，却感觉不像在家；在体现日本文化最亲近的事物之处，回归的却是被压抑物。等等，
所以《鬼灭之刃》到底在讲述什么？禰豆子は人を食ったりしない。今しがた己が食われそうになっておいて、俺のことはちゃんと分かってるはずだ。俺が誰も傷つけさせない。きっと禰豆子を人間に戻す。絶対に治します。在失去所爱的家人后，炭治郎试图拯救还保有余温的妹妹，救回来的却是一个想吃掉自己的鬼。在钢之炼金术士里，艾利克兄弟为了让死去的母亲复活，使用了禁忌的人体炼金术，换回来的却是一个不知名的恐怖怪物。在寄生兽里，男主角新一在母亲死去后，试图否认失去母亲的事实，看到的却是一个攻击自己的怪物母亲。为什么曾经深爱过的对象，在失去后却会以迫害者的形式回归？精神分析师 Melanie Klein 发现，儿童在断奶后，因为知觉能力还未发展成熟，会误以为乳房的离去就等于母亲的离去。为了哀悼自己失去了第一个曾经爱过的对象，小孩会把理想母亲的形象吞进自己的内部，在内心重建失去的好客体，并在幻想中攻击无法满足自己需求的坏客体。这个坏客体就是现实中回来的母亲。这种心理状态被 Klein 称作忧郁心理位置。每当我们失去一次所爱之人，我们幼年期的忧郁心理位置就会被重启一次。在《阴尸路》里， Carol 的女儿 Sophia 变成僵尸后被射杀，但是 Carol 却拒绝出席女儿的葬礼仪式，渴望在心里重建失去的好客体。 It's not my little girl. It's some other thing. 当炭治郎发现全家人死去后，也没有花时间埋葬家人，而是试图保留住好客体。禰豆子、これからはいつも一緒だからな。将妹妹装进箱子里带着走，如同把失去的对象吞并到自己的心里。所爱之人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与自我一起防御其他坏客体的迫害。这种吞并所爱之人的哀悼心理，也保留在亚马逊雨林 Wari 族的仪式中。最尊敬死者的葬礼，就是把深爱的家人吃掉，让死者的灵魂可以保存在家人的体内。所以带着妹妹斩鬼的整个旅程，其实就是炭治郎对家人的哀悼。Klein 认为，要克服失去爱人的哀悼工作，就必须让孩童认识到，好客体跟坏客体其实是同一个个体。那个被我幻想攻击的对象，就是我曾经爱过的对象。这会让孩童渴望修补自己伤害过的人，成为人类自我發展的关键因素。因为只有自己的能力有所成长，才能够修复自己所做的破坏。俺は禰豆子を治すために剣士になったんです。每当看到应该被斩除的坏客体，也可以是保护人类的好妹妹时，都让炭治郎更加确信，破坏自己的现实世界虽然不完美，但也值得被爱与信任。在寄生兽里，男主角新一也是在看到应该被杀死的怪物母亲，也可以是保护人类的好母亲时，整合了好客体与坏客体之间的分裂，流出了之前失去的眼泪，完成了哀悼母亲的工作。妹は俺と一緒に戦えます。視察隊として人を守るために戦えるんです。在鬼杀队总部进行审判时，炭治郎的妹妹祢豆子正式成为了鬼杀队的队员，代表失去所爱之人的哀痛得到了公共世界的承认。从此之后，哀悼的工作不再是个体的事，而变成了一项集体工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Klein 发现的集体哀悼的重要性。当有人与我们一起分担失去的哀伤，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便会得到修补。相信失去的对象可以保存在心里，而不会被摧毁。而当我们的内在重获安全感，又会让我们重新看待外在世界，进一步克服哀伤。当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刺杀独裁沙皇失败而被处死后，列宁突然开始阅读哥哥在圣彼得堡读过的所有书籍，变得像哥哥一样热衷于政治改革，仿佛哥哥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最后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发动10月革命，就如同发起一场对哥哥的公共哀悼。在阿根廷军事独裁者魏德拉的统治下，8年内有超过3万名批评政府的人被消失。失去孩子的母亲因此决定每周4在总统府前的5月广场围成一圈，在头上绑着白色布巾，象征着他们给孩子包过的尿布，为被消失的孩子进行一场公共哀悼，坚持政府还原真相，实现正义，保护人类不变成鬼的鬼杀队。
推翻国家暴力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有诉求改善不正义体制的五月广场母亲。在这些例子里，公共哀悼都不只修复了个体，还将私人哀痛升华成了改造公共现实的力量。哲学家 Judith Butler 就认为，哀悼带来的修复力解答了道德哲学的一个难题：为什么我们应该去维护他人的生命？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同理心的道德要求，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曾是在幻想中摧毁自己父母的小孩，渴望修复自己造成的损害。人的攻击性因此被转化成了守护他者生命的冲动，在每一次哀悼的过程中被重新启动。为了修补失去所爱之人的伤痛，炭治郎协助研发让妹妹变回人类的药物，也因此能够帮助其他的受害者。列宁号召集体行动，推翻杀害哥哥的政权，也因此终结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暴政。五月广场母亲持续了40年的公共哀悼，也因此加速了阿根廷的转型正义。当我们修复社会的同时，也就修复了我们自己。正是透过哀悼的修补心理，失去的对象能够赋予我们力量，让人类从为过去痛苦的哀悼者，变成改变未来的创造者，去创造新的可能性，延续他者的生命。鬼灭之刃5大呼吸法：水之呼吸、雷之呼吸、炎之呼吸、风之呼吸，还有盐之呼吸。这些呼吸法你都学不会，还是学不会？那就试试看 LG Puricare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之呼吸。LG Puricare 之呼吸1之型阅读模式。LG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搭载2片 HEPA-13 等级的全效防护滤网，可过滤高达 99.97%， 小至 0.3 微米的微粒，有效过滤空气中的有害悬浮粒子，让你读书不费力，一本接一本读下去。LG Puricare 之呼吸4之型室外模式，带上 LG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2个变频风扇可以配合你的呼吸调整频率，让你在室外运动时依旧不喘不闷，还能吸收好空气，吸收一时爽，一直吸收一直爽。LG Puricare 之呼吸7之型舒爽模式。LG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使用医疗级细胶，脸颊两侧的挂绳可以自己调整长度，或是搭配减压舒适带戴在脑后，不管你的脸长得有多歪，戴起来也不会感到不舒服。清净机内部使用的口罩衬垫、细胶和滤网都是可以替换的，只要定期更换就可以长期使用。LG Puricare 之呼吸10之型杀菌模式。LG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同时加购 UV 消毒充电盒，让你一边充电一边进行紫外线杀菌，同时还提供 WiFi 连线服务。你可以使用 ThinQ App 的手机应用程式，确认空气清净机的消毒及充电状态。试用了1个月后，每当我脱下这个 LG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就可以知道我房间的空气中有多少灰尘。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房间的空气品质的话，那就使用 LG Puricare 之呼吸。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 LG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的资讯，请查看本集影片下方资讯栏的介绍网址。带上 LG 口罩型空气清净机，让你好空气带着走。本集节目由 LG冠名赞助播出。